前段时间，6位主持人參加某大佬的生日宴會，最終遭到封殺悲劇收場，這讓不少網友感到唏噓和可惜。尤其是程磊，原本等曹可凡老了之後，程磊一哥的地位已經不可動搖，以他的年齡優勢，在圈子裡火上10年8年都不是問題。但不曾想，因為一頓飯被禁止出鏡1年。在這個人才輩出的時代，1年的禁錮基本可以毀掉一個人的前程。那麼程磊該如何破局呢？程磊的成長歷程可以說相當悲催。1994年從上海戲劇院畢業之後，直接加入上海衛視，性格活潑開朗，控場能力強。隨後他以智力大衝浪出名，但當他成名後，卻被診斷出患有遺傳性肝病，不得不匆忙暫停休整。那一年，他失去了事業和愛情。1年後，程磊治癒了他的肝病，高調復出。這時已經沒有多少人記得他的名字。然而，他因為治病而留下的白髮成了他的標籤。程磊感激地說：“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名字，其實還好。大家會說我是唯一一個白頭髮的主持人。”高調回歸的程磊重新點燃鬥志，先後主持了《中國達人秀》、《武林大會》、《百里挑一》等從多知名度高的節目。他作為一個穩重的上海人形象，在人們的腦海中根深蒂固，一直是上海阿姨形象中的好女婿，被稱為女婿中的代言人。成名之後，程磊還獲得了2014年的金話筒獎，證明了自己的專業實力。有名氣有實力的程磊，自然生活水平也隨着潮流而上升。他曾在視頻中曝光自己電梯入戶的豪宅。不得不說，生活在上海這座房價超高的城市，能過得如此舒服，程磊的實力真的很強。一家電視台絕對不可能維持他的奢侈生活。比如央視一哥康輝，因為買不起房，就住在出租屋裡。兩者收入差距的最大區別在於是否接點商演。相比於體制內分毫計算的工資，外面走個過場露個臉，可能就抵半年1年的工資。費盡1個月後，程磊只能領到最低工資，為了補貼家用，只好出去接單。據網友爆料，遠離熒屏的程磊成為了婚禮的主持人。畢竟一哥出馬，婚禮現場的布置也十分奢華。不得不說，程磊的主持能力真的很強，在舞台上短短幾句話，立即留給觀眾深刻的印象，頓時帶動現場的氛圍，控場的流暢程度，看來程磊已經不是第一次接這種活了。对於程磊成為婚禮主持人，不少網友擔心會掉檔次和風格。其實網友們大可不必擔心，主持婚禮在他們圈內可是香饽饽，搶着去的明星大有人在。舉幾個現實例子，蔡國慶專程從北京到廣東參加富二代的婚禮。蔡國慶從機場直奔婚宴酒店，以新人及父母唱了3首歌，再飛回北京，不到30分鐘的露臉，輕鬆收了10萬元。還有張柏芝曾現身北京幫富二代的婚禮，30分鐘賺40萬元。帶貨主播辛巴的婚禮就更不用多說，邀請了20多位名人，成龍大哥也在場。所以明星主持參加婚禮表演，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，並不影響風格。但參加婚禮的明星主持人也是有條件的，如果你不小心，將會受到錯誤的懲罰。菊萍姐經驗豐富，她犯了和程磊同樣的錯誤，最終她因為細節而避免了災難。菊萍姐作為央視全職少兒節目的首位主持人，她陪伴了幾代人的童年成長，但即便是一個民族偶像參與到現實生活中，大概也是為5斗米而折腰。2009年，菊萍和畢老爺主持了煤老板的婚禮，不比某公子的寿宴差，一桌酒菜近1萬元，總共有120張桌子，包下4家5星級酒店，作為外賓來參加婚禮的房間，40萬元以上的燕窩爆翅全部在香港購買，從昆明空運了約20萬元鮮花，400多名酒店員工為婚宴培訓了3次，客人的禮物被斷然拒絕，每位客人還發200元的紅包。最後，男方請來畢老爺，女方請菊萍2位著名主持人壓場。為了這場婚禮，請了當地電視台工作人員，架設搖臂攝像機，對主場進行實況轉播。一場價值600萬元的婚禮，場面可以用豪氣來形容。有知情人士稱，2位央視主持人的工本成本為20多萬。很快，央視主持人為煤老板站台的新聞就上了头版頭條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熱議。有的感嘆金錢能使鬼推磨，有激進網友則是罵聲一片。
當然，罵得最多的是菊萍姐姐，覺得她為五斗米折腰，違反了央視規定，該和程磊一樣的下場。其實，程磊被封殺並不是因為接受了富商的邀請，而是因為他的影響力實在是太差了。央視對主持人有專門的管理規定，央視並不反對參加，但有3點：一是未經許可不得參與廣告審批；二是走秀活動不得在任何電視台播出；第3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，走秀活動不應對其產生不利影響。這意味着無論主持人是不是朋友都可以參加婚禮，並且可以接受高昂的勞動力成本，但是主持婚禮並不完全安全。畢老爺就曾因為主持婚禮被央視罰，那也是一場鑲嵌的婚禮，38輛悍馬向新人打招呼，卻因為造成交通堵塞，影響太壞。當然，菊萍主持的這場婚禮也是同級別的一場秀，招搖程度不相上下。好在菊萍是在宣揚正能量，而不是宣揚主持人的经歷和價值觀有多麼不平凡。相反，他把這對夫婦的行動告訴了大家，他們捐贈了100萬元建希望小學，讓現場的客人感到溫暖和自豪。在不違反規則的情況下傳播正能量，菊萍的出席當然沒有任何問題了。現在他退休了，仍然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前輩。所以程磊真的應該好好反思一下自己，主持人畢竟是公众人物，他們作為代表應該起到正能量帶頭作用，在說話的時候一定要注意言行舉止。俗話說得好，三思而後行，說話前思考好嘴裡的話會給自己帶來什麼影響，再說出口，以避免不必要的過失。